周日，德国2025年大选已经结束，结果也出来了。这个咱们上期说过。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比较有代表性的2家有评论功能的媒体里网友评论，由此可见德国社会的撕裂。我们先看被归类于中间稍微偏右的《世界报》网友评论，按关注度的多寡来翻译。第一条评论：左派党得票率为 9%， 我的愤怒和失望无以言表。选民们到底怎么了？下一则。好的，我尽了我的职责，没把票投给毁掉德国的人。如果德国继续沉沦，至少我没有责任。继续往下。这次大选表明，德国选民想一切照旧，更多的非法移民，更多的公民金，更多的福利国家。我不想再同流合污了，我想离开，过靠谱的生活，但我不想再为过度的福利国家和非法移民提供资金。虽然很痛苦，但我们必须离开这里。再往下。大选真是一场恐怖的表演，这个国家真的无可救药了。超过 40% 的人仍然投票给红绿左翼，那就尽情享受经济衰退、失业率上升、无节制移民、越来越穷和犯罪率上升吧。不过至少二氧化碳排放在下降。下一则。绿党的支持率竟然还有 12%， 我简直不敢相信。这个政党对德国和德国人民做了那么多坏事，到头来哈贝克仍然认为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对的。继续往下。我在这里写下2029年大选的预测，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 40% 多，因为旧党派没有听到今天大选选民的呼声，而是一如既往。这里的今天是指2025年2月23日，到时德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这让社民党和绿党非常高兴。再往下。已经明确决定黑蓝联盟，任何其他联盟都是对选票的滥用，还是说选民的意愿只有在适合他们躲在背后时才具有约束力？下一则。近 50% 的人把票投给了左翼政党，这是一个糟糕的选举结果。我们德国人到底怎么了？难道非得到了非常糟糕的地步，人们才会明白发生了什么吗？下一则。民意调查真的太准确了，看来没有人再羞于承认投票给了选择党。继续往下。基民盟及社盟和选择党将获得绝对多数，最终能实现选民的意愿。所有其他执政联盟都意味着一切照旧。再往下。为什么《世界报》还在抨击选择党？新闻滚动信息一直在提示，基民盟在选举中明显胜出选择党。如果客观的话，也可以这样说，选择党是第2大党。如果没有所有媒体对选择党的抨击，结果会有所不同。可悲的是，在德国这样的民主国家，媒体决定选举，而不是客观性。下一则。我刚刚读到绿党愿意继续参与新政府的组阁，他们当然愿意，但不幸的是，他们没有执政能力，这就是这个国家的巨大悲剧。好的，各位，刚才我们看了一些德国中间偏右媒体《世界报》的网友评论，接着我们看看德国中间偏左的《时代报》的网友评论。第一条评论：左党支持率 8.5%， 太好了，但愿自民党出局，哈哈哈。下一则。左翼选择党和 BSW 的支持率加起来接近 35%， 也就是说超过1/3的人认为普京很可爱。他们生活在哪个国家？这位网友对东德那么多人投票给选择党非常不满，他讽刺地说道：莫茨对普京说，用东德交换乌克兰吧。继续往下。东德有些选区选择党支持率达到 50%， 这太疯狂了，这些人还能回归民主吗？我对此表示怀疑。再往下。世界都快分崩离析了，参选人都还在讨论移民问题，
除了绿党的哈贝克，我简直不敢相信。下一则，哇，太恶心了！当我看到东德5个新联邦州的选区地图时，选择党的支持率达到46%，甚至更高，在某些地区甚至达到60%。一定是这些讨厌的不公正的偏见影响了所谓右翼东德人。德国统一才35年，几乎一半的人已经厌倦了民主和法治。下一则，各位，昨天那期节目我就提到，虽然德国统一30多年，但其实德国人的内心完全没有统一。在东德，选择党的支持率最高，与西德形成鲜明对比。这位网友估计是西德人，他是这样评价东德人的：在即将到来的加强边境安全问题上，能否也考虑加强西德和东德的边境安全？那里的排外情绪让我害怕。东德所有选区一片蓝，有的甚至超过40%。在选择党的竞选活动之后，东德的大多数人在知情的情况下把票投给了一个右翼极端主义政党。对于新联邦州，也就是东德及其公民来说，认同和接受并不是一种选择。继续往下，自民党和 BSW 还应该出局，那样的话，选举结果就不那么糟糕了。选择党也可能会跌破20%，这样看起来会更好一些。下一则，选择党及其选民是噪音最高的政党，他们自称是被德国政治遗忘的人群，但这次选举再次表明，他们只占人口的1/5。鉴于他们多年来在互联网上的咆哮，这着实令人尴尬。再往下看，东德各选区几乎都是蓝色及纳粹倾向的，其中一些选区选票大幅上涨，是时候重新讨论分裂德国了。下一则，现在德国联邦议院里有莫斯科第5纵队选择党 ，BSW 那个党出局了，但要警惕选择党，他将以一种莫斯科代理人的方式直接继续其破坏活动。所以我仍然赞成取缔选择党。德国知识点评，估计这位是极端左派人士，与他理念不同，就是莫斯科第5纵队，而且要取缔人家。这时他完全忘记了所谓民主精神，真可谓胜我者昌，逆我者亡啊！下一则，根据莱比锡大学2022年的研究，2/3的东德佬希望东德回来，也就是独裁统治回来，但他们投票支持纳粹。高达45%以上各历次的人希望摧毁民主，然后他们应该最终离开联邦德国，与他们东德佬根本没有国家可言。好在最近几周有这么多人示威并表明立场，否则选择党的支持率很可能会超过25%。再往下，我对20%的同胞感到厌恶，他们似乎已经忘记了80年前在德国发生的事情，现在又一次投票给极右翼和法西斯分子，让他们进入德国议会。下一则，又存在2个德国了，地图上显示得很清楚。显然东德有不少人被民主和自觉冲晕了头脑，正在右翼极端主义政党那里寻求救赎。对我来说，东德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禁区。当我看到地图时，它依然如此。继续往下，柏林大部分地区投票给了左派党，东德其他地区投票给了选择党。我们就不能用它作为谈判的筹码吗？如果他们真想抱团取暖，普京完全撤出乌克兰，我们给他西俄罗斯。最后我们看一些德国电视2台油管频道上关于此次德国大选结果的评论，短短一天有60-70万点击，然后呢有6000多条评论。第一条评论，正如德国外长所说，转360度，一切照旧，哈哈哈。下一则，他们互相敌视的样子，阻隔行不通，哈哈。继续往下，一个人可以傲慢到什么程度？莫茨说的好像他已经当了20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似的。我从来不喜欢这种万事通。再往下，德国没救了，
我在想，如果选民们总是投同样的票，然后事后又喋喋不休的抱怨，那他们是怎么了？下一则，莫次当总理是我们能遇到最糟糕的事情。继续往下，莫次先生不需要傲慢、病态、嚣张的咧嘴笑，这种愚蠢令人难以置信。再往下，任何认为坏日子已经过去的人都错了，你真的需要为未来的动荡时期做好准备，存点钱吧，物价会越来越高。再往下，我只是觉得想哭。莫次当总理，我们不能指望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下一则，黑色象征着德国的未来。继续往下，真是个幼儿园，我们应该先解决我们国家的问题，最迟2年后又提前大选，我们再去投票。再往下，经过这次选举和各联邦州得票率最高的情况，我有一个建议，我们的东德同胞们可以与维德尔和霍克谈谈，按照1989年以前的边界申请成立2个独立的德国是否合理？这可能会对很多人都有帮助。鉴于德国选择党与马斯克的良好关系，也许还可以以美国的第51个联邦州加入美国。咱们看最后一条评论，未来4年，我们和迄今为止的3年半一样迷茫，民主再见了。好的，各位，大家肯定也注意到了，德国左翼以及中间偏右的选民差异非常大，东西德的选民也互相不待见。通过选举，德国内部的撕裂好像更严重了。我们从这张选区选举结果图可以看到，确实相当明显。正如昨天那期视频我说过的一样啊，东西德虽然统一30多年了，但德国人的内心仍然是严重分裂的，这不得不让人深思。选举制度让一个社会越发分裂，互相之间的仇恨越发加深，这到底是可持续的吗？那朋友们，你们怎么看呢？好，请在下面留言。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见。